大家早安。看到剛剛機场的標誌，應該很多厲害的人就知道我現在在哪裡了。我現在在吉隆坡機場。今天要給大家看的、分享的是吉隆坡機场的貴賓室，馬航西亞航空貴賓室。馬航的話也是 Oneworld 的成員，自然也是之前我們修行的要角。所以這個機場也是我2024年還有之前修行蠻常來的貴賓室。馬航的話在吉隆坡是有2間貴賓室的，那我們現在來到第一間的話在這邊，這是 Regional 的，然後這是藍綠寶混合的，就是沒有分頭等商務區的，這是第一間貴賓室。那吉隆坡機場的配置我簡單跟大家說一下，就是你如果過了海關之後呢，你就先到主樓。那這個主樓的話，就是 gate 分別是 A、B 或 GH。A、B 是國內線 gate，GH 是國際線 gate。那國內国際是分成樓上楼下共用 gate， 有點像是阿姆斯特丹的配置的方式。那這一側是主樓部分，但主樓部分呢，全部都只能停靠載體機。那 gate 口就是2邊各10個，總共20個 gate 口。那所以如果你搭了載體機的話，那基本上你就會很大幾率就會在主樓這一邊，那你就只能用這一間貴賓室，就是這一間 Golden Lounge Regional。好，那我們先進去之後再慢慢說。好，我們現在看到這裡面就是剛剛講的 Regional 這間貴賓室，它在就是主樓的部分，然後在一進來的地方，那空間的話大概像這樣的配置。Regional 的部分不算大也不算小，大概就像這樣。对，然後這邊還有另外一區，然後食物的話呢，就會有一些可以吃的東西，就是吧台上，像這邊的薯餅啊等等，然後一些當地的這些粽葉飯啊。那我們繞過去看一下，它今天有什麼東西。那這一個呢是比較值得一提的是，它有一個現做台，商務這邊就有了。那像這樣會提供就是這些當地的特色食物。像這邊有蝦子湯啊，然後拉薩啦，還有一些烏龍麵啊。那也可以現煎蛋，開早餐時刻。生八醬，這是單純生八醬而已。然後這是 Chicken 人當雞，然後這是人當牛。然後再來這個的話，就是一些早餐會出現的東西，就早餐腸啊這些東西。對，然後再來這個是青菜。然後飲料區的話，大概像這樣。那也有一些咖啡，所以這就是區域貴賓室的話，大致的樣子會像這樣。那我們就到頭等貴賓室那一邊，再跟大家慢慢細說，2間的差異，還有為什麼分成2間。一進海關過來之後，左邊的話是這個 H 的部分，右邊 G 的部分。那馬航貴賓室的話，在左邊的部分，我們再讓大家看一下。就像這樣，就左手邊進來的第一個口就看到了，第一個就會像這樣有個電扶梯可以上去。那我們現在就要移動去衛星樓了啊，因為我們等一下搭乘的航班是吉隆坡到台北，是寬體機。主樓這邊的話，它只有辦法停靠載體機。那馬航的機隊也以載體機為主，所以幾乎所有東南亞航線都會在這邊進行登機。那所有的寬體機，像我們的華航、長榮啊、國泰啊，只要寬體機所飛行的，都會在衛星樓。衛星樓的 C 部分的 gate 的話，那邊 gate 口比較多，有30多個。那 C1 到 C37，如果你在衛星樓的話，那可能是寬體，可能載體，但載體的話必定在主樓。這樣子不知道解釋有沒有清楚呢？這個衛星樓跟主樓中間是有一條那個就是電車是可以通的，但是呢，疫情之後到現在已經2024了，那一條就還在說修理，一直都沒有好。有時候那時候我們在疫情前就中間的时候，疫情完之後这幾年跟朋友都開玩笑說，這個就是我們桃機的這個3航廈，還有這個馬來西亞這個吉隆坡2個主樓衛星樓中間的連通道的這個電車，號稱叫有生之年系列，就是怎麼能拖這麼久？這2個航廈機場裡面只是拉一條電車跑道，然後做一個接駁的功能，這樣子這個要蓋好幾年。其實我也是真服了馬來西亞的效率。不過他們也真的很有趣，他們的替代方案就是用巴士接駁嘛，其實很浪費時間，而且很不方便。那後來這2年的話，馬航有推出新服務，就是如果你是搭頭等或商務的旅客的話，那就會從這個 gate 口 G1 這個 gate 口呢，改成商務跟頭等艙旅客不用走跟大家擠巴士的部分，它會有一個專門給商務頭等艙的巴士，會舒服一點的巴士。
或者運氣好會遇到 B&W 的專車接送。那我不知道我今天能不能遇到，對，我之前是有遇到過，可是有時候也會跟大家一起搭商務跟頭等專用的巴士，所以這一切都要看狀況。那我們先搭 G1 的 Gate 口電梯先下去，準備搭巴士，或者是看今天運氣好不好咯。搭乘電梯下樓之後就會像這樣，那這就是一個讓大家頭等跟商務艙旅客搭車去 C Gate 的地方。哦，其實人蠻多的，看來應該是巴士了，因為這不可能一台一台車用叫的。頭等商務的旅客，馬航現在其實沒有真正的頭等艙了，那商務艙旅客其實很多，而且包含外航真的非常多。其實如果都用那個 B&W 的小車去做個別接送，其實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人真的太多了。那一般情況就會像這樣，對，它就是一台給商務頭等艙旅客另外準備的巴士，你只是不會這麼擁擠。好，那我們上車嘍。那我們現在就要搭車去衛星樓。對，那衛星樓那邊的話，跟大家說一下，衛星樓那邊的話就是寬體機嘛，所以當然就是比較 premium。那像長程線的航線，變成是一定會從那邊走。所以它 regional 這一邊的話，因為以載體機為主，就是以區域線航線為主，所以載體這邊的話，自然就只有就是商務頭等艙是混合貴賓室。那 C Gate 那邊的話，就是有頭等區了，所以我們等一下去的那邊的話，就頭等跟商務會是分開的。那我們當然就去頭等的那個區，因為是綠寶石的部分，所以這也是少見的頭等貴賓室，有 One World 頭等貴賓室的其中一個。雖然可能這個可能沒那麼厲害，不過還是可以大家介紹一下裡面的特色。那我們從 C Gate 下來了，然後入口的話就會像這樣。馬航貴賓室的話是這樣子的，大家從這個地方進來之後呢，它是一個中間一個圓圈，然後旁邊是4個輻射狀出去的位置，然後分別有一堆 gate。那馬航貴賓室在哪裡呢？在樓上2樓，你看到它的地方並沒有入口可以上去，四周只要看到有電扶梯或樓梯，你就要先上樓，再走去馬航貴賓室。馬航貴賓室呢就在你一出來的地方，然後我們現在回頭給大家看，一回頭。现在看到上面這個地方橫的那一條有沒有？那就是馬航貴賓室了。也就是說，它在接駁車搭車跟乘車下車處的正上方。為什麼我講搭車處跟下車處？因為這邊的話，它是登機門前安檢，所以它出入境在這邊是混流的。你看，像桃機的話就不可能嘛。桃機的話，你出入境的人是不可能遇到的，因為出入境在不同樓層，而且動線是完全隔開的嘛。我個人的話，我是不喜歡這種混流的機場，因為出入境混流會有個問題，就是安檢，所以它是在每一個登機門前面分別安檢，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沒有效率。登機門前呢安排的動線就是可能就是2個安檢人員，所以通常在登機門前安檢很久，而且就變成是說你起飛的時間很早，你就要去登機門前安檢，然後坐在那邊等，所以變成是其實你沒有辦法使用貴賓室。比如說你通常1小時前或50分鐘前，他就已經叫你去就是 gate open， 然後叫你去登機门前坐着，你要先去安檢，然後排安檢要排半天，繼續坐安檢又要坐在那邊等，馬航又很常延誤，所以是蠻煩的。一般像香港或像曼谷或台北這種轉機，就是所有的人同時通過的轉機通道，那個安檢是快的，因為人手很多嘛。登機前可能半小時，你到登機口就直接上飛機了，就結束了，你不用等嘛。可是這裡不行，這邊你非等不可。當然，有的人好處會說，這樣子的話比較不容易失接，因為你不會遇到被安檢的地方卡住，你只要能跑到登機口，就可以在登機門前安檢，然後進去登機。但是我覺得疫情之後，這個狀態應該是還好，就是轉機那邊的安檢人並不會到那麼多，所以我還是覺得我不喜歡這個模式。好，那我们現在已經走到2樓了，大家看到前面就是剛剛我指的那個黑色部分，就慢慢的往前面走過去。我覺得這間畢竟號稱頭等嘛，所以這是吉隆坡機場唯一一間我覺得稍微可以有值得小小期待的貴賓室。那大家如果有寰宇一家的高卡會籍，因為馬航現在沒有頭等了，對，有寰宇一家高卡會籍的話，就還是可以來這邊坐坐。那等下進去之後，左邊就藍寶，右邊是綠寶，它兩邊就是隔開的商務貴賓室跟頭等貴賓室。Golden Lounge Satellite， 這是衛星樓機場的貴賓室。那我們現在走進去嘍。First Class Enrich 是馬航自家的會籍 Platinum， 還有 One World 綠寶石可以用的貴賓室。好，那貴賓室進來門口就會像這樣。我先給大家介紹一下整體的環境，然後我們再來用餐。走進來的話，因為畢竟頭等貴賓室人潮就會稍微好一點，
那過了用餐區之後，左邊這邊就是個廁所部分，在這邊，啊這邊也有淋浴間，說的稍微陽春一點，但是還可以。那這邊的座位的話，就會像這樣，就是還算舒適啦。那這邊的話，因為是有那個單點的阿拉卡特區，所以它的這個餐台就是都是簡單的冷食，然後一些飲料這樣子。然後右邊的話，就有一些靠窗的座位。這邊走到底的話，其實是有一個可以讓你睡覺的地方。那這個是我覺得這間貴賓室唯一的一個小小特色吧。在馬航以前有頭等艙的時候，這邊曾經是有另外一個在這邊 First Class Suite 的地方。不過現在因為現在馬航已经沒有頭等艙，我覺得這個地方基本上是廢了。對，那它有一個像這樣子的地方，就會像這樣，它就是有5張床，男女生分開，然後就會像這樣。就是有5張床，然後你可以跟櫃檯要簡單的毯子，所以假如你要在這邊過夜是可以的。這間吉隆坡的頭等貴賓室的話，它是有開放24小時的。像香港機場國泰貴賓室就不能過夜，你如果是過夜轉機，你一定要出境，然後找飯店旅館睡覺。雖然沒有一間一間隔開，不過就是還是可以躺。但是你如果遇到附近如果打呼很大聲，其實的話其實也是。很難睡。我有在這邊過夜過一次，我只能說沒魚蝦也好啦。當然，你如果付錢去過境旅館，一定是比較舒服。但如果你想省錢的話，這邊也是個選擇，至少比你在外面管制區睡好。這邊還是有個5個人的單獨區域，然後你可以躺在這邊。那這邊它是沒有辦法做任何 reservation 的，完全是採先搶先贏的方式。那一次我有點忘記我是搭什麼航班會需要在這邊過一夜了。那一次剛好遇到就是有個打呼很大聲的，所以其實我很難睡着。但是至少也有躺着休息啦，就是還勉強可接受。所以這個區域是給大家介紹一下，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過夜的區域。就是如果你是真的要有轉機的需求，然後你要過夜的話，在吉隆坡機場馬航頭等貴賓室這邊可以。那這個商務是沒有這一區的，頭等才會有這一區。那我們最後再給大家照一下這個床的特寫。大家如果看到窗外的景象，就會看到我剛剛講的內容。就像我剛剛給大家介紹的，寬體機必定在衛星樓，窄體機則不一定。像這樣，你看像遠方的話，那一架土航就寬體機嘛，但前面的廈門航空、南方航空都窄體機，但一樣是用 C gate。理論上的話，窄體機那邊的 gate 都是馬級在用的，就是通常一般來說 general 的話，不是馬航就是巴迪，要不就是那個什麼馬林斗他們在用。原則上，外航像星宇，即便窄體機的話，都會是用衛星樓啊，因為主樓那邊的 gate 就是少，不夠用，而且它那邊是還要分給國內線，對，他們是國內國際共用的一個只有窄體機的登機口。比較多的航班都還是在 C。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板子，我們大家都知道意思。你看，我們從上面往下掃，你就會發現，其實 C gate 的是居多的。對，你看像這個都基本上都是 C 的是比較多的。对 ，GH 就真的是區域線，然後而且是馬航或者是巴迪才會在那個 GH gate 啦。對 ，AB 是國內線，這邊看不到。那我們再繼續往前走嘍。我們現在就回到剛剛一進門的地方，那邊是 dining 的區域，就是一個阿拉卡特的區域。這個時間的話，當然是吃早餐嘍。我們去吃點早餐，就會像這樣一個 dining 的區域。那我們在等候帶我們入座嘍。我現在坐在窗邊的位置。像這樣，其實座位也沒有很多，它就像這樣子。那外面就是像窗外的景色。那這個馬航貴賓室的話，這個用餐區域的話是還算可以啦。對，不過食物部分就沒有到很厲害。就是我點的這邊就是椰漿飯當早餐最基本的，然後再點了一碗蝦子的湯，然後再點了一個炒蛋，給大家一起看一下。对，那亞洲的話，我們玩我的航司主要就是馬航嘛，國泰跟日航，那3間都是有頭等貴賓室的。有機會的話，都會幫大家去一一開箱。因為貴賓室系列就是蠻多人敲碗，然後希望拍攝的。對，那今天剛好就是來吉隆坡轉機，就剛好先錄了馬航的部分，那之後慢慢會補上其他貴賓室的部分。那我們現在就先等一下餐點。好了，這餐點部分來了。我點的是就是只有蛋的部分，但還是上了其他的這個 side dish 的部分，這是西式部分。然後這是椰漿早餐，就是有一些文當雞肉啊，然後雞蛋啊、花生啊，像這樣的東西。對，通常搭馬航的話，我會在這邊先吃點東西，因為馬航的回程都是早餐，那飛機上面早餐就是非常的陽春，對，即便商務艙也是。那我們就來享用我們的早餐部分了。然
後等一下再跟大家說，就是剛好今天有個新的決定，順便跟大家說。剛剛還有點一個湯來了，就是蝦子湯的部分，也給大家看一下。那就是有點類似冬陰功底的這種蝦子湯啦，對。然後這邊也有拉沙可以點，不過拉沙的話可能分量就比較多。那我今天已經吃飽了，就點個蝦子湯給大家看一下這邊的餐點的豐富性。這是淋浴環境的介紹，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浴室的話是像這樣，還算可以啦。就是這個之前改裝前是比較弱，改裝後之後好很多。就是一個獨立的一個洗澡的區域，然後也有馬桶跟廁所。然後外面的話，廁所區的話，它就像這樣。是比之前改裝前的狀況要好蠻多了。淋浴間的話，總共是有3間的，然後這邊還有1間廁所這樣子。對，這邊的話，這洗澡區域啊，就是頭等區的算亮點之一了。因為商務那邊的洗澡就真的是蠻弱的，對，這蠻弱的。就是馬航頭等貴賓室的淋浴空間跟介紹。不過就是以洗個澡而言的話，還是可以的。那現在因為我這個時間的話是早上時間，那為什麼我現在這邊這麼空呢？都沒有人，是因為今天馬航又延誤了。對，今天我應該是9點鐘起飛的班機，那已經延誤到就是確定到11點了，延誤2個鐘頭。那所以現在等於是貴賓室的這個尖峰時刻已經過了。不過就我剛剛跟大家講過，就是因為這種機場設計的關係，登機前1小時就要去登機口了，對啊，所以現在這邊是就沒人了。唉，只能說這個馬航就是便宜治百病啦，但是它的延誤率什麼的真的是太高了。好，那我們现在在吉隆坡馬航頭等貴賓室窗邊位置坐的，跟大家說一下重大的一個變化。就大家都知道我這幾年的話，我一直從疫情之後，我就是開始寰宇一家玩英航的會籍，然後我也衝到他們最高等級 Go Galaxy 的 GGL 的部分。那今年已經是維持會籍第3年了。那我的終身进度、終身綠寶石其實也來到大概35%左右。但大家都有知道消息嘛？現在是2025年的1月2號，那在2024年12月30號，英航就突襲的宣布了，明年4月1號起就要改制。那這改制的幅度真的是讓大家都非常錯愕。那在 Flyer Talk 上版上就有非常多人就是談，就是要棄坑了。對，那之前的話，相信大家可以去聽那個傑私聊或者小傑的網誌，我們可以把鏈接放在旁邊。就之前我有去那邊聊過，那他也做了很多關於英航的整理。那英航在之前確實是，如果要取得寰宇一家綠寶石是最容易的一間，尤其以我們 base 台北來講的話，因為我們有台北吉隆坡跟香港雅加達這種剛剛好過2000的航線，所以對我们而言衝會其實很容易的。但英航現在改新制度之後，就變得難如登天了。不要講 GGL 了，連要維持綠寶石的金卡都變得非常困難，難度至少是之前的5倍以上。可以很簡單的從2個層面來分析，第一個就是他把 BA Holiday， 就是說你透過航空公司訂7+9的方案的所有金額都轉換成 TP。簡單來說，等於是說你今天不用靠搭飛機，你如果是出去旅遊，你只要通過英航去訂7+9方案的話，那所有金額都可以計入變成是你的 TP。那這種就是排擠效應嘛。那反之，我如果不會從英國出發去旅遊的話，那我就不會把飯店住宿這些消費變成 TP， 那我是不是就得靠飛行去累積？比如說它是2萬嘛，2萬是新的金卡的積分，那如果它是1個積分是1個英鎊的消費，那如果說你2萬就2萬英鎊，那2萬英鎊等於160多萬台幣。那原本是講的是說，我是一個7+9的方案，那我1年花160萬去旅遊的難度，跟我160萬要全花在機票上面，大家可以想象嗎？這個難度就完全不一樣了嘛。但如果我們 base 不在英國的話，我們不可能參加 BA Holiday 啊，對不對？那你不能參加 BA Holiday 的話，你就沒有這個方式去把這個金額用在消費住宿上面嘛。那等於你這2萬英鎊全部都用在機票上面，那這就非常困難。再就是除了這個之外，你還可以用信用卡刷卡去拿到 TP。那我們如果沒有英國信用卡，我們也沒有這個管道，所以等於說，如果你 base 英國這2萬 TP，你還可以一部分是飛行，一部分是住宿，一部分靠刷信用卡去多方面管道然後累積嘛。但是我們不 base 英国的，我們要全靠飛行。即便我們搭外航、搭國泰、搭日航，哇，那個累積比例也是下降到一個很可怕的地步。像國泰很多都是12.5%。那日航可能25%，我們就拿25%來講哈，就是你今天飛1萬，那變成25%，2500嘛。那通常以前商務艙說125%，對不對？所以你可以想成就是說，就是五分之一，也就是2萬這個 TP，你要5倍換算回去，等於就是10萬 miles。
那10萬的話並不是簡單的數字，因為這其實是蠻高，因為像日航的話，你要拿到綠寶石只要8萬而已，所以其實它就會比日航還要更難了。而且日航的 FOP 還有各種加成，然後大家都知道嘛，國內線2倍啊，亞洲線1.5倍，所以實際你飛行的 mile 數其實不會這麼多，但英航就是你就是要飛到這麼多了。我剛剛講的全部是25%的情況哦，可是你不可能都永遠搭日航、搭卡達、搭 AY 啊，你會搭 CX 會搭 MH 嘛，所以那個是12.5%，那就是8倍哦。所以你看 average 的話，你可能抓個6倍的話，哇，那這門檻非常高哦，你可能就是要飛到13、14萬 miles 才有可能達標，那這個是很可怕的。而這只是金的門檻，那 GGL 更不用講，那就是已經完全突破天際了。對，所以我連終身綠寶部分我都會放棄 BA 的部分了，我會改其他 Oneworld 的會籍。那至於我要改哪一家，就先賣個關子，大家看我後續的飛行，應該就會猜得到我準備要投向哪一家會籍的懷抱了。BA 就真的是它像改制之後，等於不背死英國的也很難玩了。其實它就跟 AA 學習啦 ，AA 也是變成是陸行者嘛，你靠 AA 信用卡來消費，然後靠住宿，你就可以去累積 AA 的 Loyal Point， 道理是一樣的。那你现在是 BA 的話，只是仿照這個模式，只是它的管道會比 AA 更少，而且外國人要取得美國信用卡的難度跟取得英國信用卡難度，那是真是不同 level 的東西，對啊，所以難度可能又更高一些，所以。BA 這個學 AA 就是，其實 JAL 也是某種程度上啦。其實 Oneworld 我們可以這樣把它理解啦。其實 Oneworld 這個聯盟裡面其實是有小圈圈的，最裡面的小圈圈就是 AA， 然後再來我把它稱作 Avios Group， 就是 BA、IB、QR、AY Avios Group， 好，這個部分，然後加 JAL。這3個的話，他們會彼此互相去模仿、學習、靠近。所以目前你看 AA 帶頭之後 ，JAL 跟 BA 都已經改成類似 AA 的模式了。那其他的話就是在外圍，像 C 叉啦，像 QF， 所以他們有時候也會跟非 Oneworld 的合作夥伴去合作，就是這個理由。像你看 CX 在歐洲線，它就是跟德航、漢莎集團也是都有合作的，因為它就不屬於這個核心小圈圈的部分。那核心小圈圈的這幾個成員就會給彼此的累積率會更好。對，像你搭 JAL 的話，累到 AA， 哇，那個 bonus 就很多。但你搭 CX、搭 MH 的話，就是一般累積，就是他們小圈圈彼此給對方的 favor 是好的，互相圍成一個小圈圈。对，就是 AA， 然後剛剛講 BA 包含 Avios Group， 就是卡達、AY、IB 這個都算，然後再就是 JAL， 那其他都真的都是外圍。這大概就是寰宇一家目前的現狀啦。不過聯盟共有的福利還是都有，我應該還是會在寰宇一家啦，因為畢竟寰宇一家還是有很多我很喜歡的航空公司，所以我還是留在寰宇一家。那綠寶石也是我覺得是很不錯的福利，所以我可能還是想維持。那我會再評估，對，那就是看看自己的需要，对。所以剛好今天在吉隆坡這個馬航頭等貴賓室跟大家聊一聊，就是 Oneworld 這個最容易綠寶石一下變成最難綠寶石的 BA 對大家造成的影響。那個一個晚上哇，在 Flight Talk 上面那個討論，一個晚上就是直接100多頁的討論串，就是哇超級多上面留言。那甚至有一篇的抬頭就直接寫說，哦，原來是最後15個月 GGL 了，也就是很多跟我一樣 GGL 都是從現在算就倒數最後15個月，大家都是沒有要再保 GGL 了，對，因為那個門檻真的就是高到太離譜。像我們剛剛講說，你如果換成外航去飛，那你可能要飛到25萬 miles 25萬 miles 是很可怕的數字日航的 Metal 就是日航的綠寶石上面的隱藏會籍 Metal Diamond 也只要15萬 FOP 那些我們剛剛講的 FOP 是不用飛這麼多的，你如果是飛國內線它是2倍，飛亞洲線是 1.5 倍，所以15萬 FOP 你如果全部都飛國內線，你只要飛7萬5，那亞洲線如果混合飛的話，肯定是10萬出頭。那英航這個是續會是要將近你要飛到24、5萬，日航 Metal 的2倍難度以上呢，而且是續會哦。你如果頭一年要 entry 的話是6萬5，哇，那真的是不得了了。你幾乎是要飛到35萬 miles 了，35萬 miles 不止哦，將近40萬 miles 哦。如果你能飛到40萬 miles 的話，我估計可能國泰 Diamond Plus 都有機會了。這真的是非常可怕的數字，所以我覺得英航也很清楚它的定位啦，它可能就是 GGL 真的要留下的客人，就是其實你每一趟出門旅行都是直接無懸念買現金頭等艙的客人，就你一年真的會花這麼多機票跟住宿錢，就是你出門就是無腦就是訂 First Class， 那你就會留在 GGL 裡面。那其他的話，如果像我們靠自己的喜好飛行啊，或者是這樣，即便連出差客，我覺得都不容易，因為這個難度这真的是
很高了。所以就在這邊剛剛跟大家說一下，我可能之後飛行的一些變化。那所以，既然是最後15個月 GGL 嘛，那我還沒有去給大家就是看過、分享過的專屬 GGL，像 Chelsea 啊、JFK Chelsea 貴賓室啊，還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環境的 Concourse Room 啊等等的。那我會好好利用這最後15個月，去把它做一個最後巡禮，這樣子可以分享給大家。對，讓大家還是可以看看說，如果我到 GGL 的話，我可以享用什麼樣的福利，或者我真的搭洲際頭等艙會有什麼樣的福利。那如果大家有什麼一定想知道或一定想看的，那要留言給我，因為這個 GGL 就是要最後15個月。不過世界這麼大，還有很多值得去探討的東西，所以其實也沒關係，我們還有很多可以玩、可以飛、可以分享的東西。那我可能會去剛剛那個小房間，就是睡一下，因為現在離登機現在才9點10分嘛，對啊，那是已經延誤到11點10分了，所以我可以至少睡個1個小時，可以躺一下。對，這個時間的貴賓室真的就是完全沒有人，對，完全沒有人，就是班機都走得差不多了。那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拜拜。